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老得慢的女人身上都会这几个共性，看看你有没有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衰老是大自然规律，每个人都不能避免，加上生活、工作给予的压力较大，导致衰老速度加快。但是在生活中，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和实际年龄不相符的同龄人，他们似乎就像是吃了青春不老药一样，格外的年轻漂亮。而这类女人就是老得慢的女人。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这些老得慢的女人身上会有一些共性，看看你是否做到了呢？一、合理饮食，保证营养均衡。美食家蔡澜说，好的人生从好好吃饭开始。好好吃饭，也就是好好爱自己。一餐一饭皆生活，好好吃饭就是用心生活。有这么一位朋友，他对美食的热爱无人能及，尤其是那些辣味十足的火锅和烧烤，以及甜食和冷饮都是他的最爱。年轻时，这些美食似乎并未给他带来困扰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到了40多岁，他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，体重增加，皮肤变得油腻，痘痘也频繁出现。一次，他去医院看皮肤科，医生不仅为他开了药，还特别提醒他需要改变饮食习惯。从那时起，他告别了曾经的重口味和甜食，开始了一场厨房里的健康饮食革命。他每天都会去菜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按照网上的食谱，变着花样的烹饪，注重营养搭配，也戒掉了高糖饮料和甜食。不久后，他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，身材也恢复了苗条，整个人充满了活力，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孙思邈说，饮食如药，可养可治。不健康的饮食如慢性毒药，短时间看不出危害，长此以往却会毁坏你的健康。好好吃饭，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胃，更是照顾好你的人。2023年自然子刊自然食物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，指出饮食转变对预期寿命的显著影响。具体而言，40岁时从不健康的饮食模式转变为长寿饮食模式，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可延长 10.8 年和 10.4 年。而且即使在70岁时进行这种饮食模式的转变，仍然能够带来预期寿命的增加。男性和女性分别增加 5.4 年和 5.0 年。三餐做到定时定量，吃饭时细嚼慢咽，注重营养搭配，适量摄取全谷物、水果、蔬菜、坚果、豆类、鱼类和白肉，减少红肉、加工肉类、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摄入。往后余生，好好规划每一餐，吃那些对身体真正有益的食物，而非仅仅满足口腹之欲。挑选食材时，心里得有杆秤，平衡欲望与健康，让每一口都吃得有意义。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眼光，苛求自己只吃那些看似轻盈的餐点，而是真正享受食物带来的滋养，让营养均衡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女人懂得了食物的力量，那份由内而外的轻盈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你会发现，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善，不仅体态更加匀称，就连精力也仿佛被重新充电，饱满得让人惊叹。二、坚持运动。前段时间，一个短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。一位79岁的白奶奶，是天津城里的健身达人，她已经坚持了19年的健身生活，那份体态与活力，简直就像是时光倒流，回到了少女时代。白奶奶在网络上晒出了自己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视频，让无数网友纷纷点赞。你知道吗？白奶奶年轻时可是个财务工作者，那会儿身体可不如现在。她说50岁之前，自己还经历过3次手术，
健康就像是从指缝间溜走的沙子，抓都抓不住。但白奶奶心里明白，健康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于是到了60岁，白奶奶下定决心，走进了健身房，开始了她的健身之旅。这一坚持就是19年。现在白奶奶已经79岁了，但她完全不需要依赖药物来维持健康。每天她都是精神抖擞，走路都像是带着风，那矫健的步伐让人看了都羡慕不已。正如法国著名医生蒂索所说，运动就其作用来说，几乎可以代替任何药物。但是世界上的一切药品并不能代替运动的作用。运动无疑是促进健康、焕发活力的不二法门。它并不苛求高强度的锻炼，而是倡导在日常中持之以恒。法国作家谢伯德说，绝不是非得参加马拉松比赛才能增强体质，即使一周参加3次锻炼，每次快走上30分钟，就可延长10年寿命。一项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子刊的研究显示，在分析40万成年人的遗传数据后，科学家发现步行速度越快的人越年轻，长时间坚持快走的人到中年之后，大概能比生物学年龄年轻16岁。走一走10年少，动一动并无踪。只要我们将健康视为生活的基石，并付诸行动之中，就能享受到活力四溢、青春常驻的美好。3. 保持自律，懂得克制欲望。毁掉一个人的不是他所憎恨的东西，而是自己所热爱的东西。这句话用来形容欲望与自律再合适不过。每个人都有欲望，难的是你如何克制。就像同样喜欢高糖食物的2个人，一个人浅尝辄止，而另一个人大快朵颐。最后一个保持了苗条健康的身材，一个只能后悔莫及。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无论什么年纪，能做到克制欲望、保持自律的女人，自然也能永葆年轻。之前微博上的一条热搜新闻引起很多人的热议。一名女子从200斤成功减到90斤，并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减肥经历。她表示，因为从小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，体重一直比他人稍重一些。2021年夏天，她和父母外出旅行，当她看到自己拍出来的照片比所有人都大1倍时，内心十分崩溃，让她下定决心减肥。回家后，她开始努力健身，保持自律，不再肆意享用美食，而是选择营养师搭配好的健康餐。1年后，她的体重从200斤下降到了90斤，瘦身成功。放纵欲望是人的本能，保持自律却是人的本事。纵欲看似是在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，实则却是在以2倍的速度让自己老去。一旦纵欲上了瘾，等待你的将是浮肿的脸庞、臃肿的身材。管理好欲望，时刻保持自律。长相年轻的女人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她们能够管理好自己，懂得适可而止。岁月从来不败自律的女人。一个自律的女人收获的是由内到外的从容与自信。这样的女人无论走到哪儿，都能光芒万丈，活力四射。4. 正念生活。有人说，衰老不是从中年开始，而是从对生活的厌倦开始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时代，我们的大脑常常被忧虑和杂念占据。演员孙俪表示，忙工作和孩子的时候，她也会时常感到焦虑，但她的秘诀是通过冥想来放松身心，调整状态。这几年，正念冥想作为一种心理调试的潮流，逐渐走进大众视野。也有大量研究证明，正念冥想能够有效缓解焦虑、失眠与抑郁，提升专注力，增强情绪管理能力。正念冥想并不神秘，也不稀奇，它是一种心理训练方法。通过有意识地觉察当下，以一种开放与接纳的态度，
审视并体验每一个瞬间，从而培育出深邃的内在觉知与专注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心思放在现在这一刻，不胡思乱想，感受当下的一切。最大的正念莫过于投入生活，每时每刻看见当下。张颂文曾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日常习惯，便是对正念生活最生动的诠释。他说，20来岁开始，他就比较关注当下。早上起床，认认真真的刷牙；吃饭时，认真品尝米饭的味道。哲学家塞缪尔说，青春不是年华，而是心境。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，是一种高度的觉察力。我们能把握的只有现在，应该珍视的也只有当下。5. 心态乐观，停止精神内耗。有人说，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。我想，所谓的看脸从不只局限于一张漂亮的脸蛋，还有他的心态与修养。苏格拉底曾偶遇一个失恋的人，看他始终以泪洗面，便开口安慰道，失去的感情就好比一串丢失的葡萄，丢了就丢了，你只管往前走，自然会看到更多鲜美的葡萄，也不必为此伤身。相反的，你还需感谢那个抛弃你的人。失恋的人十分不解，是他让我如此难过，为什么还要感谢他？苏格拉底笑着说，因为如果没有他，你又怎么能去寻找新的幸福呢？心态不同，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不同。就像生活中，有些女人总因一点失误而整日胡思乱想，因为他人的三言两语而对自己心生怀疑，常常陷入精神内耗，让自己痛苦不堪。可自己的生活与旁人又有什么关系？想要怎样的人生，做什么样的事，保持什么样的身材，说到底也只能自己说了算。菜根谭讲，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，心和气平者百福自集。生活中有太多烦扰，不是所有努力都能指向成功，不是所有委屈都能得到宽慰。一个心绪平和的人，不是没有脾气，而是学会了看开，把琐碎看淡，把烦恼看清。北京妇产医院的专家柳顺玉说，当我们以一种非常平和安宁，尤其是感恩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会分泌更多的催产素，而催产素这种爱的荷尔蒙会刺激多巴胺以及 DI 激素的分泌，它们不仅能缓解抑郁疼痛，提升免疫力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还可以延缓衰老。历经世事后，我们才逐渐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源自内心的平和。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，纵然走过千山万水，却依然温和坚定，内心有光，脚下有路，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模样。6. 大度善忘，不斤斤计较。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碰到看不惯的人，这些不如意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，若事事较真，只会把生活过成一地鸡毛。我们无法左右事物的发展，却也可以通过管理好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过得舒心。一个大度善忘、不爱斤斤计较的女人，绝不会放任糟心之事不断发酵，她们总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原谅他人的过错，也让自己保持平和，卸下忧愁，事过翻篇，活出自己的风采。恰似作家文德所说的，当你心中永远充满阳光，你就会散发出光彩夺目的气场。当你心中总是一片乌云，那么即使再美丽动人的外表，也会黯然失色。真正拉开女人长相差距的，不是年龄，而是处事的态度。不为万事忧，随时清零，保持愉悦的心情，享受生活的美好，才是一个女人保持年轻的秘诀。如同作家塞缪尔所说的，年轻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，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，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，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，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。世间并不存在一蹴而就的事情，长相年轻的背后，
都是不为人知的自律与坚持。在四季更迭中，生命里的一切事物都是流动的，谁都无法阻止年华老去，却可以通过管理好自己，养成好习惯，让自己延缓衰老。一、善待脾胃，规律作息。中医里讲，得胃气者生，失胃气者死。年轻时或许可以美丽动人，为了美不注意脾胃健康，不注意作息规律，不注意保暖，一旦生病，再美的容颜也会憔悴衰老。前段时间29岁的林女士因为喝过多的奶茶和甜饮料进了 ICU， 经医生诊断，她的血糖值高达 38.86 mmol， 各项指标皆远超正常值，器官衰竭随时可危及生命。这样的案例近几年屡见不鲜，着实该引起警惕。内在的健康没了，又何谈美丽的外在？吃好睡好，善待脾胃，规律作息，岁月自然会放慢脚步。二、关好身后的门，不钻牛角尖。百事从心起，一笑解千愁。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中的主人公李雪莲，因被丈夫欺骗，为了房子假离婚，结果却人财两空。她开始钻牛角尖，气得流产。开店，负荆找人给自己做主，生活处处不如意。在当时的她看来，让渣男受到惩罚，还他公道，成了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事。结果事与愿违，她一度被人嘲笑，被人鄙视，满怀怨恨，差点寻死。后来想开了，乐观了，连渣男的下场她都不关心了。生活有了质的飞跃，一切重新开始，充满希望。关好身后的门，不陷入到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，别让戾气化去脸上的笑容。有位常年租房生活的网友说，房子是租来的，但生活是自己的，不钻牛角尖，放下即得万般自在，也自然活得年轻。三、拥抱生活，培养广泛兴趣。周国平说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，才会活得有意思。想活得轻松愉快，必须有自己热爱的事。女人的兴趣爱好无需高大上，也无需一定要求有成果，只要心里有了美好的寄托，生活就变得很可爱。内娱有一位斜杠青年，就是徐静蕾，她的爱好简直太广泛了，生活似乎就在她的掌心，想要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。她会唱歌，会书法，读古典文学，会画画，会演戏，能导演，重要的是每一样她都很喜欢，且做得很好。所有闲暇，她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支配。有人夸她人淡如菊，仿佛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在她的眼里留下波澜。拥有自己热爱的事情的女人，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坎坷与苦难时，会生出无穷的力量。便是在最最平凡的日子里，也能优雅从容地将日子生出花来。有了热爱的事，女人才更年轻。四、闭上嘴，管住心，少生气，不焦虑。哈佛大学做过一个数据调查，70%的疾病来自我们的内在，源于我们的情绪。总是情绪消极低落，皮肤就会暗淡，面上也会带出忧愁。一位女孩前段时间火了，因为她结婚5年以来的样貌对比。在结婚5年面相都变了的话题中，女孩解释了自己5年变化的原因：产后抑郁、家庭矛盾、对孩子未来的担忧、对婚姻生活的失望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她的样貌变化非常大。原本笑的眼睛弯弯，阳光可人，现在目光暗淡，脸色蜡黄，没了笑容。经常性的生气和焦虑，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容。古代有一夜白头的故事，心里装的事儿多，忧愁焦虑便是情绪的毒，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。都说相由心生，想让自己年轻漂亮，就要保持健康的心态，所以闭上嘴，管住心，为了自己别深陷进泥里。作家林清玄说，3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
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，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。时间是把杀猪刀，可以带走美貌，带走健康，带走精力，但拥有以上习惯的女人却总显得年轻几分。年龄不过是数字，容颜却可以由内而外的年轻。人与人的年龄差距不仅体现在数字上，还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。再来看一下这5个容易显老的习惯，看你有没有。1. 爱吃零食、甜食和垃圾食品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生活太苦，需要加点甜。肯德基疯狂星期四。奶茶、点心、蛋糕、零食、汉堡、炸鸡，这些食物只有吃的时候很快乐，但它们都是女人的衰老催化剂，身体会因为摄取过多糖分和油，加速老化，皮肤还更容易出油、长粉刺和痘、暗沉、长出皱纹，加速皮肤老化。垃圾快餐中的营养成分不足，会使吃进去过剩的盐、脂肪和胆固醇，给身体增加代谢负担。想让皮肤保持年轻、有弹性和光泽，首先就要管住嘴，远离高糖高油食物，平衡饮食，多吃新鲜蔬果、五谷杂粮、粗纤维食物。可以给自己设置定时吃欺骗餐，比如每周喝一杯奶茶，或每月吃一顿炸鸡，而放纵和满足。毕竟人都有口腹之欲，自律也可以休息一天，喘口气。2. 焦虑压力大，情绪易怒。如果烦心事过多，操心过度，很容易焦虑，压力过大，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女人会肉眼可见的老得快，甚至年纪轻轻就长出很多根白头发。压力和焦虑会让我们陷入负面情绪的泥潭，精神承压过重会直接反映在身体上，内分泌激素紊乱，加速皮肤老化，整个人还会看上去没精神。生活不如意之事10之8九，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，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吧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多一些无所谓的态度，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，凡事想开点儿。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千万不要都压在自己心里，给自己徒增精神负担。3. 经常熬夜。女人想要显年轻，延缓衰老，要学会做个睡美人。熬夜会导致肌肤缺乏休息，影响皮肤的自我代谢和修复，会让我们的漂亮脸蛋变成熬夜疲惫肌，皮肤暗黄松垮，是多少昂贵的化妆品都遮不住的。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2点，这段时间可是修复肌肤的黄金时段，拥有充足的睡眠，让肌肤焕发活力。4. 长时间看手机。现在手机几乎成了我们身体的电子附件，走路、坐车、吃饭分分钟都离不开手机，连上洗手间也得带着手机刷刷某书某音。但手机看多了，不仅眼睛干涩、视力下降，长期保持看手机的姿势，还会让脊柱不知不觉地向前弯曲，影响体态的美观。富贵包就是这么来的。去年有段时间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都要躺在床上再刷一会儿手机，就像上瘾一样戒不掉。结果本来夜已深，自己很困了，被手机里各类娱乐信息刺激的大脑再次兴奋，越看越想看，停不下来。那段时间我竟然患上睡觉拖延症，睡眠质量也直线下降，第二天黑眼圈加重，上班也没精神。白天尽量不要一直长时间盯着手机，晚上睡觉前的半个小时就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，让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都清静下来，早早地进入睡眠状态。5. 不注意防晒。养儿才不都不防老，涂防晒才能防老。至少 50% 的皮肤问题来自于防晒没做好。太阳中的紫外线会直接导致我们皮肤中的胶原蛋白流失，造成肌肤缺水，提前长出细纹、黑色素沉淀、长斑。很多人都下意识地认为，只有夏天感觉很晒，才需要涂防晒。
其实不然，紫外线一年四季，无论什么天气都存在，阴天和冬天的紫外线甚至更强。把防晒霜当作出门之前必做，只要白天出门，都先检查自己有没有涂防晒霜。在强紫外线的地方，借助物理防晒来隔离，例如戴帽子、戴口罩、打伞、穿防晒服。虽然衰老是生物规律，终究不可避免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调整生活习惯，避免未老先衰。那么女人开始衰老时，会有哪些预兆呢？一、皮肤变差。女性身体开始衰老，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皮肤状态开始变化，察觉到脸部皮肤开始出现了皱纹、色斑，这是衰老主要的特征。在衰老过程中，皮肤细胞缺乏水分提供，容易形成皱纹，加上衰老的时候黑色素产生量过多，循环代谢能力降低，这些黑色素会在脸部皮肤堆积之后形成色斑，这是很多人衰老过程中的信号。二、月经不规律，月经量变少。月经可谓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，可以如实反映女性的健康状况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不可避免的衰退，雌激素分泌越来越少，从而影响月经，造成月经不规律，经量越来越少，甚至发生闭经，这也提示着女性衰老的来临。三、消化能力变差。一般情况下，女性身体开始衰老时，通常会有多种不良症状出现。如果发现自己的肠胃功能下降许多，稍微进食了油腻、难消化的食物后，就会出现腹泻、消化不良的反应，说明女性已经步入衰老期，需要注重身体的保养了。四、某些部位骨骼疼痛，会发出很多衰老的信号，比如你开始感觉到某些部位的关节或骨骼疼痛，不排除是衰老过程中钙质流失和骨骼退化造成的。女性大多在45岁以后进入更年期，卵巢功能的下降会影响雌激素的分泌，从而导致钙的吸收减少。缺钙时容易引起骨质疏松，有些关节或骨骼会疼痛。五、牙龈萎缩，牙缝变大。牙龈萎缩代表气血不足，上文也提到了气血不足容易引起衰老，牙龈萎缩就会导致牙齿的缝隙变大。若发现吃的食物越来越容易塞牙，那么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在逐渐衰老，迈向老年了。爱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，衰老是每个女人都不愿面对和接受的，但光靠维持外表的年轻美貌只是治标不治本，保持年轻的根本是养好自己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